朋友们，我是李素琴。今天这条视频，如果您家里有60或65岁以上的长辈，请务必重视。从2026年起，咱们用了多年的敬老卡和老年人优待政策将迎来一次彻底升级。这次变动远不止免费乘车，而是关系到日常出行的方方面面，从逛公园、看病到去银行，甚至在外地生活，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过去我们最怕什么？包里揣着一堆卡，换个地方就失效。我的邻居张阿姨68岁，去外地帮女儿带孩子，想带外孙去趟动物园，就因为拿的是本地老年证，人家不认，最后全价买票，气得直唠叨。但从2026年开始，这些麻烦都将成为历史，新政策将真正实现一证通行或一卡通用。再详细告诉您这敬老卡升级了哪4大用法，以及最重要的哪些细节如果忽略，可能导致您坐不了车，进不了门，甚至卡被停用之前，我想请您先做个小动作。如果您是的一次刷到颐养晚年或还没点关注，请看在养老干货能帮您捂紧钱袋子、少跑冤枉路的份上，抬起发财的贵手，点一下屏幕上的红色订阅按钮和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政策变动或新规出台，您才能的一时间收到通知，不让应得的权益从指缝溜走。好了，我们进入正题。这次的敬老卡升级可不是小修小补，而是一次系统性的重塑。它不再仅仅是一张公交卡，而是要变成咱们老年人的第2张身份证。不管您是住在城市里的退休职工，还是跟着子女在异地养老的长辈，甚至是长期帮子女带孩子的老漂族，这次的升级都跟您息息相关。具体来说，主要集中在这4大方面。第一，证件大合并，今后出门可能1张身份证甚至1张脸就能搞定。第二，免费范围大扩展，从公交延伸到更多你想不到的地方。第三，技术大更新，实体卡要升级，甚至能跟社保卡合2为1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使用规则有变化，哪些线路能做，哪些时段要收费，这里头门道可多了，搞错了真的会白跑一趟。首先，我给您讲讲这次升级最核心的一个变化，也是所有好事的基础，那就是身份证替代老年证的全国大普及。很多长辈可能还记得，以前为了办一张老年优待证，得去居委会填表，贴上照片，等上个把月才能拿到手。要是搬家去了别的城市，这张卡就作废了，又得在新地方重新办。但从2026年1月1号开始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要正式实行身份证就是老年证的新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只要您年满60岁或者65岁，具体年龄看您当地的政策，您出门根本不用再特意揣着那张老年卡了，直接带上您的2代身份证，往公交车的刷卡机上一贴，滴一声就完成了身份核验，免费乘车。去公园、去博物馆也是同样的道理，闸机上一刷身份证，自动识别您的年龄，符合条件的直接就放行。而且以前办的旧版老年证，如果还没坏，您手里那本红本本或者绿本本仍然有效，可以和身份证并行使用一段时间，不用急着去换，直到它自然淘汰为止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简政便民，给咱们的生活做减法，给幸福感做加法。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全国所有地方都统一了？也不是，这里面就有第一个需要您竖起耳朵听的重点了。虽然大方向是身份证通用，但各个城市因为财政状况和公共交通系统的差异，在免费乘车的具体规则上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。比如有的城市规定60岁到64岁的老人可以享受半价，到了65岁以上才全免。像重庆那边，给65岁以上老人敬老卡里一次性充值1200次，1年之内坐车次数不能超过这个数，万一超过了还可以申请追加。还有些大城市，比如上海，早就取消了单纯的免费乘车，改成了发放现金津贴，直接把钱打进老人的卡里。您想坐车就坐车，不想坐车可以用来买菜，自由度更高。更有一些城市为了缓解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，推出了分时段免费的政策。工作日的高峰期，您坐车可能要正常刷卡扣钱，但一过了9点半，到了非高峰时段，刷卡就免费了。所以您看，这事儿虽然好事，但您不能一概而论。我建议咱们每一位长辈或者做子女的，都得去查一查您所在地的公交集团官网，或者打12345热线问清楚，咱们这儿到底是60岁还是65岁免费，是全天免费还是分时段，是刷身份证直接免费，还是需要去换一张新的带有交通功能的社保卡。搞清楚这些，您出门才能心里有底，
不会跟司机师傅发生争执。接下来，咱们说第二个大升级，免费的版图，从公交扩大到了全城，甚至是全国。过去提到敬老卡，大家的一反应就是坐公交车，但这次的升级，把咱们老年人的福利一下子拓宽了好几倍。您听我给您捋一捋，这免费的蛋糕到底有多大？第一大块是医疗健康的绿色通道。从2026年起，您只要拿着身份证去2级以上的公立医院，就能直接走老年人优先的窗口，挂号优先、看病优先等，再也不用跟年轻人挤着排队了。有些地方更贴心，对于像高血压、糖尿病这些需要常年吃药的慢病患者，如果您病情稳定，医生一次可以给您开最长3个月的长处方。您想想，以前1个月跑一趟医院，排队半天就为了开瓶药，现在1季度去1次就够了，省了多少腿脚功夫。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长辈，如果腿脚不便下不了楼，有些社区医院还提供上门送药的服务。除此之外，每年1次的免费基础体检也是实打实的福利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早就把名单拉好了，只要您带上身份证，就能去测个血压、血糖，做个 B 超，对自己的身体有个数。第二大块是文旅休闲的大门彻底敞开。以前很多公园和博物馆虽然也说对老人免费，但总得去窗口换票，手续繁琐。现在好了，直接刷身份证进门。全国各地90%以上的公立公园、公共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都已经实现了身份证直接核验。去外地旅游，再也不用因为没带当地证件而买全价票了。那些国有的 A 级景区，对60岁以上的老人给半价，70岁以上直接免大门票。第三大块是政务金融的专属服务，去政府大厅办事，去银行取钱，都有专门的老年人优先窗口，会有工作人员专门帮你操作那些复杂的智能机器。如果您是行动不便的高龄长辈，一个电话打到社区或者银行，他们甚至可以凭您的身份证号预约上门服务，办理社保卡激活、密码重置这些业务。您看，这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升级，是不是把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？这不只是省钱，更是给了咱们老年人一份满满的尊重和体面。咱们接着聊第三个大升级，也是最黑科技的一个点，从刷卡进化到刷脸和刷手机。我知道，说到手机，很多长辈头就大了，觉得那是年轻人的玩意儿。但您别急，听我慢慢说，这事儿其实对咱们越不擅长手机的人越友好。先说说这个刷脸乘车，现在有些城市，比如贵州的新义市，已经开始推行敬老卡刷脸乘车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您的一次办理的时候，去指定的服务网点，比如政务大厅，在机器前站一下，工作人员帮您拍张照，录入人脸信息，交一次性的数据采集费，大概20块钱左右。以后您出门连卡都不用掏，身份证也不用掏，直接走到公交车门口，对着那个摄像头看一眼，机器识别出是您，车费就自动免了，门就开了。这对于那些忘性大或者手脚不利索翻找证件的长辈来说，是不是特别方便？当然，这个服务现在还在推广阶段，不是所有城市都有，而且办了刷脸之后，实体卡一般就回收了。您得记住，自己就是一张活着的卡。再说说这个刷手机，其实指的不是用复杂的手机软件，而是指电子敬老卡和社保卡一卡通。比如黑龙江大庆市就给60到64岁的老人推出了支付宝上的5折电子老年卡。如果您的子女在身边，让他们帮您在手机上点2下，开通这个功能，以后您坐车就拿手机刷一下支付宝的2维码，自动就是5折扣款，不用准备零钱，也不用担心卡里没钱了。但这其中最值得咱们关注的变化是第3代社保卡的普及。以前咱们手里有社保卡是看病用的，有敬老卡是坐车用的。从2026年开始，这2个卡要合体了。很多地方，比如重庆、福建，只要您去换一张带有交通联合标志的第3代社保卡，这张卡就既能看病、刷卡，又能直接当公交卡用，一卡多用，这简直就是钱包大瘦身。您想想，以后出门口袋里就揣一张卡，去医院能挂号，上公交能刷票，去超市买东西，甚至还能当银行卡用，多省事儿。但是这里又要敲黑板了，技术升级往往伴随着一些小麻烦，如果您没注意到，卡就可能用不了。比如吉林长春市就有规定，从2026年1月1日起，他们的敬老卡要增加持卡人的照片和姓名信息。如果您手里是老卡，
又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去补录信息，那张卡到年检的时候就会被停用，直到您办完手续才能恢复。还有像重庆荣昌区，虽然卡能用，但他们给各个街道社区划定了集中办理的时间表，如果您不是那个时间段去的，可能就要排长队，甚至白跑一趟。更要注意的是年检，不管是实体卡、社保卡还是刷脸卡，大部分都需要每年年检一次，有的地方是生日前30天内可以办，有的是系统自动审核。如果您忘了年检，卡片一过有效期，立刻停用。您想想，上了公交车，滴一声响的是无效卡，那得多尴尬。好，咱们说了这么多好处和操作细节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第4点，可能是这期视频里最值钱的，也是我最想让大家记住的，那就是在享受这些福利升级的同时，有4个最容易踩的坑，或者说最容易导致您享受不到福利的情况。这就像过关游戏，知道哪里会掉下去，您才能顺利通关。第一个坑叫做人在户不在的居住事实核查。有些长辈为了保留老家的福利，或者因为某些原因，户籍一直放在老家，但人其实常年跟着子女住在另一个城市。以前可能没什么，但现在很多城市在发放一些加码的福利时，比如社区食堂的额外补贴，或者地方性的高龄津贴，是会核实实际居住事实的。如果您办了暂住证，现在叫居住证，那还好，凭身份证加上居住证，您就能享受和本地老人同等的福利。但如果您既没办居住证，又长期不在户籍地生活，社区社工上门访视找不到人，有些补贴可能就会被取消。所以，如果您是老票族，一定要去您常住地的派出所办一张居住证，这是您在新城市享受福利的通行证。第二个坑是卡片损坏或消磁后的替代方案。虽然咱们说了身份证是王道，但如果您的身份证消磁了或者破损了，读不出来怎么办？这时候千万别慌，也别跟公交车司机吵架，您可以出示身份证，让司机师傅人工看一下，核验年龄，大部分有爱心的师傅都会让您上车。但最稳妥的办法还是提前去派出所办一张临时身份证，或者把身份证换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比如在长春，如果您没带任何证件，现在的公交系统可能就不支持您免费了，只能投币。所以出门前检查一下证件，还是咱们的老习惯，不能丢。第3个坑也是最容易忽视的，是政策过渡期。每一次政策大调整都会有一个新老划段的过渡期，比如江西九江就规定敬老优待证和身份证可以并行使用到2026年6月1日，过了这个时间，老证就正式失效了。重庆荣昌区也是，原敬老卡可以用到2026年5月31日，之后必须升级才能用。四川乐山更紧急，提醒老人必须在2月28日前完成升级，否则3月1日起老卡就停了。所以您千万别以为旧卡一直能用，一定要留意当地官方发布的最后期限。第4个坑是专卡专用的铁律，敬老卡、爱心卡这些都是国家给咱的特殊福利，上面有照片、有信息，只限本人使用，千万别想着借给亲戚朋友，或者甚至拿去卖钱。现在公交车的刷卡机越来越智能，有的直接带摄像头，如果司机发现卡上照片和乘车人不是同一个，不仅有权没收卡片，还可能把您拉入黑名单，以后您自己都办不了新卡了。这就叫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这波升级的红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落到咱们口袋里呢？刚才咱们举了各个地方的例子，时间点不太一样，但如果您要记一个大概的时间表，那就是从2026年1月1日开始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新政就已经正式生效了。但具体到您能去办新卡，能刷脸乘车，可能还要看当地的工作进度。一般来说，从1月份到6月份是一个集中办理和过渡的时期。我建议咱们的观众朋友们，包括您家里有长辈的，可以在2026年农历春节前后，也就是1月底2月初的时候，抽空去一趟您家附近的公交公司 IC 卡服务中心，或者街道的政务大厅去问一问，问问他们，咱们这儿的敬老卡升级方案出来了吗？我需要换新卡吗？我的身份证能直接坐车吗？问清楚这几句话，您心里就有底了。如果能办，当场就办了，别拖。万一您到了月底，发现卡刷不了了，或者坐车被收费了，也别着急上火，咱们有维权的方法。首先，您要心平气和地跟工作人员解释，说我从新闻上看到2026年开始有新政，身份证就能用，您看我这个能行吗？
如果对方还是不认可，你也别争执，记下对方的车牌号和事由，转头就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，把情况反映一下，政府的相关部门会很快去协调处理的。最后，想跟咱们颐养晚年的观众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，咱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吃了苦，老了赶上了好时代，政府出台这些政策，不管是简政便民还是升级服务，说到底是希望咱们能活得更有尊严，更方便。一张小小的敬老卡背后是看病不求人的通畅，是出门不花钱的实惠，是身在异乡不孤独的融入。虽然这些升级可能在办理初期会有一点小小的麻烦，比如要排个队，要填个表，要让孩子帮忙在手机上点2下，但请一定抱着耐心和理解去对待，因为每克服一个小麻烦，后面迎接我们的就是长长久久的大方便。就像那句话说的，数据多跑路，咱们老人就能少跑腿。咱们要做的就是跟上时代的脚步，学会用这些新东西，让自己晚年的生活质量更高一点，让子女更放心一点。如果今天讲的这4大用法您听进去了，或者觉得对您身边的亲戚朋友有帮助，请您务必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您的朋友圈，或者您常去的那个广场舞群里，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好消息，都别在福利上掉队。如果您对咱们当地的敬老卡政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或者您去办理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新鲜事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我是李素琴，在颐养晚年陪您一起把咱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明明白白、舒舒服服。还没点关注的，记得点一下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